志辉来到沈阳后，马不停蹄地进到游戏厅，而这里有一个一直希望和他在街机上一决胜负的人，早早等着他了。没错，沈阳大白兔。之前在网上不敌吴志辉，他依然是憋着一口气。作为沈阳老一辈和新一辈承上启下的领军人物，开发了无数的经典打法，流畅的攻击对新一代有很深的影响。虽然他号称天赋上限比吴志辉还高，交过手的很快就会被他超越，而其实在他眼里有且只有一个真正的对手，就是吴志辉。很多人也早早地等候在游戏厅了。多少人期待已久的梦幻对决，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了。两人约好抢20，第一把大白兔发挥得很好，流畅的打击和娴熟的手法让吴志辉不太适应，拿下了第一把对局。而从第二局开始，不知道是吴志辉顿悟了，还是他的执着感动了上帝，想要眷顾一下这个只身来到异地对抗整个沈阳军团的天才少年。反正这一刻，上帝站到了吴志辉这边。他开始了砍瓜切菜一般的摩擦着大白兔，比分不知不觉竟然来到了11-1，所有人都看得倒吸一口凉气。曾经的沈阳第一，居然就以这样的方式被吴志辉在家门口揍得毫无尊严。最后抢20没有结束，大白兔就离开了，至此画上了一个不太完美的休止符。后面大白兔已经很少玩了，但他终究是没有扛起维护沈阳拳皇尊严的大旗，彻底的沉了。后面的几天，沈阳当地、沈阳附近，甚至是整个东北的高手，叫得上名字的、叫不上名字的，老一辈的、新一辈的，全部的拳皇玩家排着队，从早到晚轮流挑战吴志辉。而吴志辉就像一个机器一样，不上厕所，不吃饭，不喝水，把所有来挑战的高手反轮了一遍。只有分差大小的区别，没有胜负的区别，因为他一场都没有败。当然，吴志辉觉得曾经让他尝到失败滋味的新小孩和叶枫没有和他对战，就不能说明问题。因此，他告诉新小孩自己已经准备好了，再来一把抢20吧。新小孩笑着对他说：“你赢不了我的，毕竟新颖作为东北野战王，野战被他超越的，基本就没有可能再次反赢他。”吴志辉心想：“我不也一样吗？你是被我超越的人，就别想再超越我了。都是被上帝眷顾的孩子，两人的对战就看上帝跟来谁了。”新小孩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赌点什么，不然不刺激。”吴志辉说：“好啊。”新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谁输了就叫赢的人师傅。”吴志辉表示没有问题，两个人的对战就开始了。现在的吴志辉已经不是之前的吴志辉了，适应了东北的打法，感觉实力又一次得到了恐怖的提升。再次面对新小孩，吴志辉沉着冷静，彻底击溃了新小孩的防御。当然，结果并不难看，但这次的吴志辉第一次对新小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结束之后，新小孩愿赌服输，走过来对吴志辉叫了一声“师傅”，现场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，这大大提升了吴志辉的信心，重新燃起了昔日霸主的气势。和叶枫的对战上演了和新颖类似的剧情，叶枫也不相信吴志辉能在短短几天就把胜负掉个个儿，从之前的手下败将变成了万人之上。结果吴志辉越战越勇，在接下来几天面对来自东北不同城市，甚至是不同省份的第一高手时，保持不败的精神。在后面再次面对新小孩和叶枫的时候，也是以强大的气势和无比的自信战胜了他们，全身而退。这绝对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记录。难道东北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能阻止吴志辉了吗？这时候大家想到了一个人，就是辽宁海城的神话 L。这人所在的地方离沈阳较远，因此和沈阳高手交流并不多，然而却多次将沈阳第一高手斩于马下。首先，当年的大白兔打败陈木后成为沈阳第一人，大家都认为大白兔就是东北第一高手，潇洒的八神、飘逸的神乐和翻盘女王玛丽，打了各个高手无力招架。然而，当他带着东北第一高手的桂冠去东北其他地方开疆辟土，散播自己名字的时候，有一次去到了海城，在东北都不算大的一个弹丸小城，
这里相对隔绝的拳皇97土壤却孕育出了许多独特打法的玩家，神话 L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当时大白兔面对他的非主流人物不知火舞神乐的时候，表现得非常别扭，感觉就是被绑住了手脚，有力没有地方使。尤其是排头神乐真的神了，打得白兔的排头八神是手足无措。而他们的对战录像放出来后，被大家一致称为中国第一神乐。他的神乐打法和吴志辉的神乐不太一样，并不以强行的压制破防为主，而是用各种预读拆招，形成一个巨大的陷阱网络，让别人进入自己的节奏。最终，神话 L 战胜大白兔，获得了冠军。这个事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他不仅对老一辈的顶尖高手形成了压制，在和新一代的新颖和叶枫身上也能找到牵制的方法，在和他们的对战当中也是略胜一筹。几乎可以这么说，沈阳虽然贵为东北拳皇97的核心区，但是无论谁是霸主，海城的神话 L 都有可能跳出来对霸主敲打一下，告诉他们东北不是他一个人的，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当然，这里要说明的是，神话 L 并不能算是绝对实力一定在沈阳众人之上。虽然在与各大高手的对战上都小有优势，但是由于沈阳和海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，交手机会并不多，因此沈阳高手们并没有完全服气。但问题是，当下吴志辉来此地打爆了所有沈阳高手，眼看就要全身而退，离开东北，神话 L 是东北唯一的希望了。虽然多方联络，然而这种事情不是一蹴而就，总能按照我们的预想去发展的。神话 L 因为各种原因去不了，也成为了一个遗憾。之后，吴志辉在离开前再次与新颖小孩以及叶枫对战，毕竟经过几天的拉锯战，唯一能给吴志辉造成威胁的，也就是他们两个人了。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，几天前还是自己的手下败将，而这几天吴志辉已经进化到了另外一种形态。但是他们依然还是想在最后的时候努力一把，给东北军团保留最后的尊严。然而事实结果是事与愿违，这时候的吴志辉已经变成了人挡杀人、佛挡杀佛的机器了。虽然新颖叶枫还能和吴志辉扳扳手腕，但是对结果的改变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在吴志辉要离开沈阳的时候，事情有了转机。大连的玩家告诉吴志辉可以去那边玩一下，和当地的高手交流一下。作为东北的明珠城市，去玩玩当然也是很不错的。现在已经不是当年去武汉被黄奕给忽悠的吴志辉了。现在吴志辉带着中国拳皇97第一人的光环，到处都有大票的粉丝，包吃包住包玩。而吴志辉呢，欣然前往。此行的主要目的其实是玩。当地的高手当然不够吴志辉打了，但是很快一个神秘高手到来了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传说中的神话 L， 带着东北最后的希望来和吴志辉对决大连。之前神话 L 被称为中国第一神乐，这个名号是在吴志辉成名之后，因为吴志辉当年和大白兔在网上对战时，神乐打神乐并不占优势，但是神话 L 的神乐一出，大白兔完全打不了，而且在当年大家还是更加认可街机的，而且神话 L 的神乐也是排头的。理论上来讲，吴志辉的排头神乐仙人模式在这里是不成立的，除非吴志辉的排头神乐能干掉神话 L 的排头神乐，否则不会有优势。不过现在的吴志辉对东北的打法已经完全了如指掌，在走南闯北之后，现在他就是一个变种的吴志辉，而且来自重庆的吴志辉血脉中就带着神乐的基因。对战的结果是，虽然不能算大获全胜，但神话 L 和吴志辉之间的差距就好像新颖和叶枫与吴志辉的差距差不多。这一下东北彻底覆灭了，再也没有人可以出来和吴志辉能有一战之力。就这样，吴志辉再遇归来。然而，吴志辉的东北一行彻底让绝大多数人认可了吴志辉中国拳皇97第一人的名号。之前的陈文俊虽然实力上达到过一统天下，但是主要是江浙沪一带，其他地方的玩家并没有完全认可。但吴志辉让所有人都认可，即使在沿海地区，大家也认为他是双神之一。从东北回来的路上，吴志辉带着叶枫一起，沿途交流回来，所有经过的城市都有粉丝和拳皇爱好者的热情招待。而他们回重庆就是一场胜利的狂欢之旅，没有什么玩家能给他们造成实际的影响。辉煌的战绩让吴志辉坐上了无可争议的宝座，然而吴志辉的内心却并不这样认为，还有一个人的实力让他忌惮，至少没有完全击败这个人之前，他觉得中国第一这个名号放在他身上，并不能让他心安理得。
在走遍全国之后，他终于要去追逐自己最后的胜利，前往上海。人就是这样，没有的时候要争取，争取到了要长久。长久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就是心地。吴志辉虽然在外界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了，但毕竟当年在上海让自己扬名立万的比赛，虽然赢了，野战却实实在在的输给了陈文俊。2012年，再一次他来到了上海，这个曾经让秦红、小孩、TT 等高手无数次证明自己的地方，他要摘下那个拳皇97历史上的最高荣誉。这次在上海，吴志辉和陈文俊早已没有了当年开枪时候的剑拔弩张，而是惺惺相惜。因为大家交流后都对彼此的实力无比尊重，也都学到了很多新的技能和对战技巧。这次虽然也还有很多其他的上海高手和吴志辉对战，但焦点集中在吴志辉和陈文俊两个天才少年的身上。结果变异升级以后的吴志辉果然不一样，3战2胜1平，这对于吴志辉来说是绝好的结果。因为从结果来看，吴志辉的地位更加牢固了。虽然2胜非常艰难，分差都在1-2分左右，甚至有当地玩家觉得场面上来看陈文俊的优势更大，因为吴志辉每一局战胜陈文俊，自己的血量也不多了，而陈文俊战胜吴志辉还剩很多的血量。如果按照血量这个标准来看，陈文俊其实更加牛逼，越打到后面越接近，而且最后一场还是陈文俊连胜战平吴志辉，结束了他的上海之旅。当然了，这番言论一出来就被所有的人骂成傻逼了。不过客观的说，吴志辉的硬实力确实配得上双神的称号，至少这样的战绩在当时是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可以做到的。上海一行，吴志辉和陈文俊绝代双骄的地位确立，吴志辉也终于通过自己心里的这一关，拳皇97的历史到这里可以画一个完美的句号了。不过历史总是不断的轮回，来到吴志辉这里也没有例外。就像那些经久不衰的神话故事一样，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甚至当时的拳皇97届都无法想象一个比吴志辉更强大的魔王会是怎么样。拳皇97的编年史来到了2012年，然而这一年却并不属于吴志辉。